伙子们、街坊们都看过来看过来！马上传统春节要到了，各种不法分子的歪脑筋也蠢蠢欲动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不懂法，就会成为走亲戚嗑瓜子时的笑话哦。所以，为了提高法律意识，我们特意邀请了法律界的新秀们，一起来见证社区法律宣传之星的诞生吧。这事儿，你把人都招呼出来说事儿。又有活动今天？有活动。天琪，哎，出来说事儿。哦，来了，刚刚。没有活动主题啊，今天。我们今天法律进社区。哎呦哈。法律进社区是什么呀？就是法治素养，大家是需要的，培养一下。法律意识是需要的，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邻里纠纷呐，这些都可以学习。有好的法律意识，也是平安社区的一个重要社区必须掌握，对吧？对。看没看过一个特别好看的节目？Offer， 令心动的 Offer 前2期是不是都是律师法律的？是从那里面请来的朋友。哇，那真是高学历。然后呢，大概收拾，去迎接一下。好嘞，来了就请进来。好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修过这个第2专业。哎呦，哪方面的？就是当时是法律通识啊，就是一些民法、刑法，它其实就是基础法。对，我当时学的时候都没有民法典，还是学民法通则啊。对。那很专业，说到了这2个词。楠楠呢？我的基础常识嘛，但是看过很多这样的视频啊，对啊，但应该没有那么完整的体系，就是全部的法律知识都来源于罗翔。可以这么说，是吧？罗翔老师，罗翔老师为我们做了很多，但是罗翔大多讲的是刑法，对，跟我们生活比较远。刚才那个智胜也说到了，民法典，对，而且民法典出来之后，民法内容的普及非常重要啊。哎呦，欢迎4位，欢迎4位！来，谢谢大家！来，邵哥老师，你好，你好，哎，刚刚好，哎，你好，你好，来，哎呦，欢迎！大家好，我叫丁辉，是一名高智商、高颜值、高学历的啊，真的吗？你是在讲段子吗？律师，实习律师。您能不能大气凛然一点？你这可不像个法律工作人，因为我知道我在吹牛。好，大家好，我是浩源，本科呢在人大读，硕士呢依然在人大读，然后我是一个法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你是法理专业？是法理专业的。我是李敬业，然后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研究生是在美国的乔治城大学，然后今年也刚刚进入职场，是一名新人律师。好，欢迎！大家好，我是王潇，然后我是参加过《令人心动的 Offer》第2季。我本科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然后研究生读了2个，第一个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念的是国际法专业，然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读的环境法专业，然后现在是在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北京办公室工作。欢迎！几位呢是有备而来的？我们这个不能空着手来啊，都有礼物，带礼物来了，哎呦！这份大礼呢，就是我和肖哥手上这一摞重重的试卷，对。试卷，哎呦，卷啊！我还以为聘书呢。辛苦，白跑一趟，辛苦了，白跑一趟。稍等，你俩的卷子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对。所以人家4位呢，就是先看一下，我们大伙儿之家这个社区现在大家的这个法律知识的一个程度，对，摸个底，然后最后呢，会在咱们大家当中选一个人出来，成为以后社区法律宣传之星。那怎样才能选出咱们这个社区的法律宣传之星呢？首先，法律的基础知识要扎实，所以我们的第1关，先考验一下各位小伙子的法律基础知识。分个组，就是按照现在站的这个，你们俩一组，他们俩一组，我们俩一组。哎，等一下。是要团队协作吗？你怎么瞧不起智胜？是不是？没，我只问清楚。我跟你说，智胜这个发型就对法很懂。这我想我分组了，他们仨一组。楠楠，你听我说，刚才咱们在摸底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智胜说他2学位专门学了法律？不是，我没拿到学位，我知道，但是2学位专门学过法律，而且刚才人说的很专业，你们没来的时候说啊，那会儿还没有民法典，那会儿我学的是民法通则啊，专业。其实我这个应该待在这里啊，不用，那也不必。智胜，
可能主要在颜值上。这样两协作答这份题，大家可以商量。快点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老师。咱们答题时间20分钟够不够？30分钟吧。30分钟吧。这么难？50道题。50道题。他们已经提前2分钟了。去！哎，那我们也开始。咱们5个在这监考，嗑瓜子儿，坐。过程中他们会经常想要和我们讨论，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就好了。第一个，打折商品可以退换，打折商品不可以退换的，可以退换的，这是一定可以退换的，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那不是。学生上课玩手机，老师可以没收手机，不可以？可以。这个应该是错的。这个题从出题点来考虑，它一定是一个混淆的点。我觉得应该是错的。累犯的意思会不会是连犯？连犯，累计犯罪应该叫前科。对，哎呦，再犯，哎呦，这个累犯应该是没把他逮起来，他又犯了。对，哎呦，满分的。哎，你们当时怎么想起学法律的？你是本科？我本科不是学哦，本科你不是，本科你是我是学那个叫文化产业管理。我本来以为学了文化产业嘛，这个出来是不是可以管文化产业？后来发现也管不了，自己投身文化产业。对。我自己想学法律，当时北大可以选其他专业，我没去，我就去那个人大法学院。哦，有点凡尔赛了，小哥。哎，你们觉得你们性格里面适合做法律吗？你的标签是什么？我觉得是感性跟理性结合吧，就是你要学会怎么跟当事人沟通，因为你要先用感性去找到他真正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然后之前我毕业之后干2年销售，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对于这种社会上的一些这种现象，我可能见得比较多，然后也更能够去理解他们的一些诉求。所以其实你看，我现在就是我以后的职业方向，我可能不一定会去从事那种非常 international 的，我可能更愿意从事一些 Q 我 Q 到原客服员。你的优势呢？我觉得有2方面。国际化，international 标签。狗官的话，它本来就比较偏向于外交外事方面，然后我并不会觉得国际法就是一个架空在普罗大众之上的一个东西。比如举个例子，在南海，你的南海中国的权益不是说国家的权益，它其实也包括了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的每个渔民能不能会去捕鱼，而这个能不能去捕鱼的权利，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息息相关的，是十分重要的。有很多法是它是建立在社会规则之上的，你要懂规则就好了。所以咱们主要看他们懂不懂规则。对，刑满的呀。对，是对的。可以的，他没有质检。对，好。高铁上吸烟是犯罪行为，错。违法行为吗？违法和犯罪是不一样的。对，这个是确定的，对吧？朋友们，答题时间过半了。答题的考生不要在那儿笑，你们2个人可以谈，但是不要笑，考场有纪律。我们考试了，不要喧闹，好不好？顶嘴。完了，监考老师来了。我们考，哎，你看，口头租房合同超过6个月，即为不定期租赁。你看，我们这做的可快了。你们去看一下答案，很好笑。很好笑是吗？很有趣。不能喧哗吧？我们不说话。坐在张三果园里的苹果，大家可以随便吃。不能吧？哦，不是，这个在那个法律上我们学过，你要判断这个所有权嘛，它的苹果掉在地上，这个所有权还归不归这个果园？那个词叫啥？孳息。哦，对，孳息，太专业了。他没有说从张三的果园里的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他说落在张三果园里的苹果。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这个当时就是一个法律难题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们一方面要咬文嚼字，但一方面你要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道德那肯定不行。对，那你觉得不行的话，相信自己的三观，落在张三果园里的苹果，为什么大家可以随便吃呢？只能张三吃啊！你们还没答完这一篇呢？没有，马上好了。对的，过半了，你们才答了20道题。对，我们不要吵了。哎呦，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可以再检查了。啊，这样，我先看一下。哎呦，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吧？这个应该错了。这个也错。邵刚老师，没有老师会在学生答题的时候在后面这道错了，这道也错了，没问题了。这一页全对，张老师可以判卷了。到时候咱去看看他们。
哟，还没装完了，这个题这么难吗？口头租房合同超过6个月即为不定期租赁。这个肯定是呀，这个有什么考虑？好，那就不对。没时间了，拍卖会上手酸举手必须要买，手酸举手必须要买下，不可以不。你手酸你揉啊，你凭什么举手？逻辑鬼才。哎呀，他们这个输了，他们已经输了。考试结束，收卷。我们先交给他们把卷子判了。来，拿红笔，1道题2分啊！来，一人评一个。这也是对的，修为集结度对的。我觉得可以哦。错一道题减1分，对不对？1道题2分啊，一道题2分呢。两边老师面色都有点严肃啊，我感觉竞争很激烈。不一定激烈啊。现在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候，我们一共答了5道题，50道题啊，5道题，这个老师退休吧，扣10分，一共答了50道题，1道题2分，齐齐哈尔组合66分，哟，错了17道题，徐州组合错了15道题，70分。呀，不愧是第2专业啊，不愧是第2专业，谢谢老师。法盲。我说大家错的，然后由我们老师们来给解读。1道题，一名男子在菜地多次偷割韭菜，只需赔偿其相应金额，并不会判刑。你们认为这句话说的对？我说判刑吧，万一割到人家农场主的脚了。不是，他说的是割，我觉得这个是要判刑的。他说是割韭菜，你判什么刑？他说的是股民。不是，我们为什么选错？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割了多少量的，比方说他割了2吨，就是这个数额到达一定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判刑的。但是韭菜要割多少才能达到那个吨数呢？你管他，他就割，他就派的机器他就推，那他多不容易，割5万吨，你管的也不容易，农场主睡得有哪行容易啊？开车进来割了都发来，听，确实涉及到了法律问题。这个其实还要看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一般来说，你如果盗窃的金额比较小，那就是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说你盗窃达到比如说3000或者2000以上的，有可能构成盗窃罪的。但是像在这个里面多次盗窃，其实不管你的金额是多少，都会被认定为构成盗窃罪的。你看审题不清，就没读明白题。前2天有个微博上有个热搜啊，说那男子连续割人家8次韭菜，真的被判刑了。但其实这个案子目前也的确在学界里非常有争议，因为这个现实的案子的确它只是真的割了几次，可能那个价值就只是10块钱左右。然后作为刑法的话，其实是我们法律的最后一道保障。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的这个观点也是对的，就是一些太小的事情，我们也不适用一些最严厉的法律。没错，我们一般都说法律本身就是滞后于生活的。对，法律为什么经常会有法律的一些修订案？法律经常会有一些补充的条款，对，那就是不要绝对啊。所以刚才各位考虑的这个韭菜的点也对加分。所以每组呢再恢复2分吧。哟，然后而且还有一道题，这道题你看他们也都答错了，就是王者荣耀这道题。错了，我姓王不能叫王者荣耀，为什么呀？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王者荣耀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叫它王者荣耀呢？线上有王者荣耀，听人家说，冷静。开始辩论。就是在实际上，我们会有很多自己自治或者说自己权利放开这样的空间，因为这会涉及到一个人的身份和他的一个人格的标识。你固然可以去起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的这种怪异的名字，但是回到一个社会角度上来看，你不是只教给你爸妈听，对，你是面向这个社会作为一种身份，他将来可能会在公司呀、商标等等情况下都会给你带来不便，然后给这个社会呢也带来不便。这其实是一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的过程。好，我们有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为什么要让我来念啊？就是这道题，酒驾一定会坐牢，然后我们选了对，结果它其实是不一定的。是这样的，就是酒驾呢，刑法里边有个罪名叫危险驾驶罪，它的那个行为方式之一呢，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才会构成犯罪。但如果是酒驾，就是你的血里的酒精含量没有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那个是违法行为，对，就不会去坐牢。法盲。哎呦嘿，这个差距一下子可就拉开了呀！这个差距，你们早就赢了，就你都能弄错。哎呦，我的天哪！我们2个人为什么输，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我感觉他们好团结啊。这边有未获得的2学位啊，是有学者的。你学过才比我们高4分，对，学过才比高4分。你知道，就是1分的差距就不一样，你知道吗？来，这样，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原因，4位呢
答的这个题很有趣。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套题呢公布到微博上，然后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答一答，当做小游戏来做嘛。那么接下来，我们既然情绪已经这么高涨了，我们再进行一个活动。什么活动？除了法律基础知识要扎实，我们还需要好的口才表达，来帮助社区宣传法律知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社区辩论赛。不瞒你说，我的第3学位就是辩论。队长选人吧。队长选人，觉得自己有能力的站出来。哎，不行，我今天跟你杠上了，徐志胜。我跟你讲，我的第3学位是拳击。来，谢丁格挑人。石头剪刀我出布，石头剪刀我出剪刀，石头剪刀我石头，石头剪刀布，石头。你们串好了。哎呦，就赢了，一人选一个吧。一人选一个。我选择了一位。那我就只有周震南了。好了，我们要开始挑专业的了。哎呦，完了！我选，就你看不起哪3位？你先说一下，你就选那一位。不是，挑事了，挑事了，刁民，挑拨我们，挑拨，那咋办？那就选你。我跟王潇熟，那行吧，行，就肖哥过来。这样吧，哥跟你熟，这边跟我熟，我们就这样了，好不好？好不好？现在正反方我们先定下来 ，OK。所以我们来选正方还是反方？正方吧，邪不压正，他们是邪方。正方，出口伤人上来就。正方是张延奇队，没错。反方徐志胜队。你们将要面对的这个题目非常生活化，就是请问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应该和对方共享手机密码吗？你们叫做应该共享手机密码，你们是说不应该共享手机密码。给大家进行自由讨论时间，等一下我们辩论场见。好，1、2、3，一上，3、2、1，邪不压正。来，咱在这儿讨论，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开它。开头是要一句话还是要一句话，对吧？亲密关系就是如果已经是亲密关系，为什么还要去捏着那个手机密码？对，分享手机，它可能已经脱离亲密关系那个范围了。对，别人对你有这个疑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开它。那他既然想看我们手机里面的东西之后，那我们就应该引导着给他看。就是你的立点就是在于，其实沟通是解决2个方信任关系最好的方式。不能有隐瞒吧？我觉得还有个前提，就是说他想看你就说。入位，差不多了，进入1级战斗状态。来吧，咱们摆桌子。来，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8位优秀的辩手。好，优秀辩手。我们今天辩论的题目啊，叫做在亲密关系中是否应该和对方分享手机密码。正方张延奇代表队，没错。反方徐志胜代表队啊。我们的辩论规则是轮流发言，4个人全部发言结束之后，进入到自由辩论。自由辩论结束之后，由每队任意派出的1人来进行总结发言。单独发言时间不超过2分钟，自由辩论时间一共3分钟。辩论赛正式开始。好，正方1辩。好的，首先我们应该在这个亲密关系中去共享我们的手机密码。什么是亲密关系呢？就证明我们毫无保留，我们之间是信任对方。如果你平白无故，你不会找他去要他的手机密码，他找我们要了，就证明他已经对我们可能有一些解不开的小心思。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应该共享密码，跟他一起去探究他内心的不解。荒谬！闭嘴！肃静！对反方干扰正方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不应该啊！注意啊！保持礼仪，尊重对手啊！尊重对手。对，我方认为根本不应该。你们那种所谓毫无保留的亲密，不过是满足一己的
口头道义。我认为两者之间毫无逻辑，如何从亲密关系就要得知别人那点手机上的小秘密？我想你们所谓亲密关系的底气，实际上是建立在掌握了别人把柄的虚假勇气之上，这不是信任，背后是怀疑，是猜忌。我认为你们的亲密关系早已经暗藏危机，要是要提防对方，就不要和对方开启这段亲密关系。所以不要用虚假的东西来构造自己的信任。谢谢。对方认输还来得及。非常感谢反方的一辩，同时对双方不断的打 call 行为提出共同警告。正方二辩开始。谁做二辩吗？你二辩。哦，行。首先，我们想说，对方的观点其实不止一辩。哎呀，对方一辩说，了解对方的手机密码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窥探欲。我们其实想根本上否定这个观点。我们作为亲密关系的人，本来就应该要坦诚相见，这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乐意与你分享。所以我们觉得把手机的密码分享给对方是一种充分的信任，而且并不代表我就是要去看。这是我觉得对方对于这个辩题的一个误读。发言完毕。好，针对于对方的观点，送给你们3个英文单词 ：ridiculous， 那是一个，那我还没说完呢。nonsense， 并且你们很 stubborn， 什么意思啊？我的时间就不先给你们解释了，我来陈述我方观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手机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工作生活，我们在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来往，工作上的一些交流，这上面不仅有我们自己的隐私，还有什么我们工作人员的隐私，还有我们生活身边人的这些隐私。对方有没有想过，我们把密码交给你们同时，是不是把信任我们的朋友他们的隐私也放入了你们的手呢？可能说即使再亲密，你有权利对我的隐私权产生那么一点点的小的窥探，但是你们和别人有亲密关系吗？没有，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窥探别人的隐私呢？对不对？所以说你们总结起来就是 ridiculous nonsense 还很 stubborn。什么啊？那个，你们说我们会泄露别人的隐私，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不会，因为什么？我们光要不看，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没有用。这是我们的 time， 来，我的 time， 这是我的 time 啊。然后打断了，不好意思。然后你看，我现在不记得了，所以我们这种记性不好的人，是不是要把密码告诉别人？否则走在街上，万一遭遇什么不测，我忘记手机密码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凭什么这么自信啊？啊，我还不能遭遇不测，是不是？好，那感谢你的祝福，谢谢。我方陈述结束。我们很难相信是以感谢反方送祝福来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好，我们主张的是，我们觉得没有应不应该这个事情，我可以，但不能强制要求，这不是我的义务。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在说我们是亲密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基本信任，而你强制从我这儿强取信任的话，我觉得是基于我的本身不信任。那如果本身不信任，就没有任何亲密可言。然后我觉得亲密关系怎么都扯不到手机密码。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有一些小小的顾虑，是需要看手机密码，那是不是我有一天我也需要看你的银行卡密码？我告诉你，我需要看你的保险柜密码。我告诉你，这些我都可以吗？我都可以啊，我可以，但我不应该，还是这样结束。主席啊！哎，他们讲得好啊！哎，谁提钱？出去！你被除名了。讲得好啊！以后只有琪琪，没有哈尔。好，首先在陈述我方观点之前啊，我先根据对方的观点做出一个论证，就是您说到我可以给你，而不是应该给你。但是应不应该，他在讨论一个实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应该，为什么？因为我们共享密码这件事情是利大于弊的。那么为什么利大于弊呢？我们马上开始我方的论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是共享所有信息，我们说的只是共享手机的密码，相当于是给了你一把钥匙，我给了你，不是代表说你可以随时闯进我的家，而是在我们沟通的前提之下，在我们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中，才能够到我的家里做客。所以我们最终强调的还是沟通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说到沟通呢，就像刚才的智胜啊，虽然这个发型不怎么样，
哎呦，但是说话非常犀利。他说我们手机里面有信任的朋友的隐私会被我们伤害。那我们要说的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密码其实和刀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那我们的使用方法很重要，刀怎么用决定了它的价值。那么密码怎么用？图合概念。那么密码怎么用？就是我们要去沟通和交流。我们告诉他密码之后，应该在什么时间段打开什么样的信息，是双方沟通之后得到的一个良性的结果。我们始终没有否定过说不要保持距离，而我们说的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说，共享密码就是那个最好的、恰当的距离。哎，我为什么要鼓掌？是不是情不自禁？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想请对方不要偷换概念。我们今天的辩题是应不应该共享密码。正方4辩讲了半天都是讲的沟通和信任，跟共享密码都不是一回事，完全在偷换概念。对呀，对方的第一条逻辑是亲密关系必须要毫无保留，必须要信任。但是我告诉你，亲密关系并不代表毫无保留和信任。就像昨天晚上我和小李睡一块，我俩这么亲密了，他到现在都没有把他的密码共享给我。还有一个啊，你们刚刚说过了。共享密码，但是你们不会看，那我想请问，你们都不会看，那为什么还要共享密码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是画蛇添足吗？我送你们3个字，那stop it，ridiculous， 还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nonsense，哟。好的，接下来进入到3分钟的自由辩论。自由辩论时间。第一个是对方4辩提到了我们要密码，但是不看密码是多此一举。我方的观点其实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态度。没错，你连密码都不给我们，你到底是在隐瞒什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我们如果不给予这个手机密码的话，是在隐瞒什么？那我想问你，你如果已经开始猜疑我的时候，你本身是不信任我的。人一定会有猜疑心，但是我们要控制住自己，不要给别人负担。你也承认了人是有猜疑心的，然后你说要控制自己，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的。在一段亲密关系之中，一定是双方共同付出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去控制自己。你没有抓住这一次辩题的内核，我们是有需求才要去解决需求。我们看手机需要共享密码的需求，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彼此一个信任的信号，所以我们共享密码就是希望能够放出这个友善的信号给自己的另一半。不是只有贡献出自己的密码才是唯一的坚韧信任的方法。对，还有哦，我们还可以偷偷的看一看他的购物车里有什么。你看，对方一方面说，我有密码我不看，一方面我要偷偷看他的购物车，自相矛盾。这是他说的啊，我没说，我没有，这是他说的，我真的不看，我们没说。时间到，最后请双方各自派出1名辩手来进行总结发言。首先，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谢谢大家。其实我们想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分享手机密码，它其实是一个2个人的亲密关系的一个理想的状态，不应该是它必备的条件。当感情到达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愿意自愿分享我的密码，这个是我可以选择给予我的亲密关系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今天你不分享这个就代表我不爱你，它不是一种必要的表达。我们认为还是不应该强制分享这个事情，好吧？好的，感谢各位来宾，感谢张绍刚老师，感谢咱们的社区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也感谢反方辩友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场辩论。首先，在我方的最后观点之前，我要说对方的总结其实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共享手机密码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那请问理想状态是什么？是一个相对于平时状态下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也间接的承认了，其实共享手机密码是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状态。你看，偷换概念。然后我们要讲的是，因为爱一定不是原始的，人际交往也一定不是原始的，它一定需要方式去维护彼此细腻的感情的。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手机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手机密码变成了一个我们的弱点，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软肋。但是如果面对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面对我们最信任的人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这个软肋交给他。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社区是一个非常 love and peace 的一个社区，对 love and peace。我放弃这个评判权，咱们就让大爷大妈们来举手，好不好？支持正方的请举手。有3位支持正方，我们走吧，这个社区容不得我们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支持反方的请举手。哟，11位，本轮辩论的获胜方，反方，恭喜4位。承认。大家提到了一些很好的词，信任、沟通、情感的浓度，是对自己的保护，还是对更多人的保护？今天的社会，在手机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帮助，还可能是会变成危害？这些问题提出来了之后，希望每个人可以想一想这件事，碰撞出火花，能够碰撞出火花。来，朋友们欢迎各位大妈、大爷来到大伙之家社区第2届青年辩论大赛。转眼就到第2届了。第2届。辩题是：到了下班时间，领导没走，你会走吗？正方张延齐代表队，没错，正方是会走，反方徐志胜代表队，反方是不会走，就是领导没走，我们不走。辩论赛正式开始。好，正方1辩。我们有个要求，能不能我们先说？你们是反方，拨反乱政，拨乱反正。给我们一个理由，求求你了，求求你们了。可以的，可以反方先打的，行了吧？我这个队长说的可以吗？2分钟的时间，反方1辩开始。哎呀，不会走，多憋屈呀，多难受呀！但为什么我们还依然选择不会走？因为这就是现实呀。我就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好不容易杀破重围找到了一个兢兢业业的工作，就渴望早点升迁，就希望多给家里父母寄点钱，少操点心。我们肯定会有很多无奈，肯定会有很多不符合我们的。还有多少时间？半分钟。还有半分钟。我直接就论点。我们羡慕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潇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升华了，上价值了。我们发现徐志胜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哟，您话别说这么早，我还有发挥的空间。好，正方1辩，计时开始。首先，我认为一个好的打工人，只要把手上的事情高效的完成了，就应该在下班之后两袖清风的回去。如果一个老板以你比不比他先走对你工作成果的一个评判标准，那我想告诉你是，这种老板不值得你去为他效力。以上是我们的1辩发言。瞬间觉得有些道理。有什么道理？你进步了。如呀。设想这么一个场景啊，晚上你收拾好东西，然后蹑手蹑脚的走出公司门，领导从那个办公室把头探出来看了你一眼，这小子工作不饱和啊。领导的想法就是明天加工作。你换工作吧，你这老板太吓人。你闭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问，你想当将军吗？什么意思？所以你想当老板，把老板踢掉。我就想当老板。下班时间到，我不走，老板走。最后再说一句，我们要先生存，最后才可以去谈生活。所以比老板晚下一点班啊，并不会给你带来多少影响。OK， 谢谢反方的2辩。谢谢对方辩友谢谢主席。不用谢，也谢谢你，也谢谢你的。不要干扰我们的时间，对，这太过分了。对方辩友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现实，而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没有劳动法下的保护，我们一定要去改变它，因为它是不符合法律规则的。然后对方一直在强调一点，我们在这儿待得越久，就能跟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那我想问，你真的在创造价值吗？很多时候你可能工作已经完成了，判断是否是一个好员工的标准，应该是你是否按时完成了工作，你完成工作的质量是什么样。所以请不要对方混淆这个问题。我发言完毕。好，老板是什么？在我的观点里，老板不仅仅是给你开工资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学习对象。他在这个行业里比你经历的多，你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能力再大都需要被看到，这个是一定的，不是说在角落里发光发亮就好了。我想跟你强调的一点的是，你们什么年纪就睡得着啊？你们这个年纪睡得着吗？睡得着吗？刚刚2辩说了一个话，说压垮了很多年轻人。我想给你陈述一个事实，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奋斗的路上，我们应该以他们为榜样，
榜样。哇！我要去工作。来吧，那我来吧。开始。 OK， 反方对面是反方吧？是。OK， 十方都没搞清楚。反方一边说现实 ，OK， 我告诉你，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接受能接受的现实，但是也要实现能实现的愿望。在领导没走的时候，我就可以走，这是我的理想。哎，你上一秒钟理想也太小了。好，来，你坐下。胸无大志。反方一边说仰天大笑什么什么什么春文句啊，春文句。好，那我告诉你，我饿了，我要下班了，我先吃饭。这啥？反方4遍。说工作做好，工作从来没有做完的那一天。什么叫高效做完？这个议题不是关于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社会的螺丝钉，为的是社会向着光明的未来齐心协力，共同前进。在共同前进的路上，怎能有人中途离开？提前离开一个我，公司将来怎么活？请让我们用青春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和时代。谢谢。经理，对。说的太好了，我们怎么可以提前离开、中途离开？我们下班才离开，哦，对吧？你继续。刚才对方辩友说到一点，如果你不被领导看见，那你就不能发光发热，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这间公司就是一个混乱的公司，没有规章制度，灯没开。对，哎，你个，我的天！啊，太奇了！你是我们的卧龙凤雏，有点头晕。对，回到刚才的辩题，如果这个公司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它能够做到各级联动，你的所有优秀表现都会传到领导那里。如果只是老板的评判来决定你员工的去留，那一定不是一个好公司。所以我坚信，我们一定是以工作的效率和状态判断下了班我该不该走。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带来的精彩的辩论，马上进入到我们自由辩论的2分钟的时间。开始，快！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这我还记歌词吗？你来。刚才我没有谈过老板的喜好吗？我们谈的不是老板喜好，我们谈的是社会的需要。对，我们不是在理想中生活，我们是面对现实的工作强度、烈度和密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面的律师们，你们有提前走过1分1秒吗？我已经忍不了反驳。作为律师，我更加要告诉你，我们不是不回家，我们是电脑不离身。我们同时不丢弃我们的工作，电脑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可以随叫随到，但跟老板走没走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想重申的一个点是，我们今天的辩题是什么？领导走没走？你会走吗？我觉得从来不是，而是说你有没有多余的能给予帮助的，想要给予给大家的，而不是我们到底在讨论这家公司今天老板走还是没走。而且领导是学习对象，如果你都不愿意跟身边这么近的学习对象去学习，那我也是无话可说。你加油，好吧？加油，对方加油！对方辩友，你们现在说领导没走，你们不走，我很有理由怀疑你们是想要干嘛？是想要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夜，你们没有问题啊！你个，我的天！啊，有点头晕。回到刚才的辩题，来，各派1位代表进行结辩。我来啊，我总结。哇，赢了！哇！你总结我就放宽心了。开始。好，规则制定在这里，劳动法规定了，下班可以走，劳动法没这个法条。好。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为这个辩题写了一首诗。下班工作已完成，转身看看领导办公室的门，办公室气压有点沉，怕我一走，领导翻脸不认人。现实打击是很疼，但努力不是走后门，下苦功夫是心太沉，不走不是中国人。不是吧？不是吧？难道单压也算压？哦，那我压一个。别压了，已经很好的收底了，兜住。我们今天深挖这个话题，我们谈的不是谁先走谁后走问题，
走没走是对工作态度，在这个态度之上，我们两方其实早已达成了共识。但这里的领导也不是领导，他是这个社会的火车头。试想，在铁道之上滚滚飞驰的列车，火车头都没有走，我一段机车哪能走？我这段机车若是走，火车头还往哪儿去？不押韵呢？我以为能押上了。还是那句话，你什么年纪你睡得着觉？好，那么我们还是让社区的大爷大妈来进行投票。支持正方的请举手，1、2、3、4，有9位支持正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支持反方的朋友。哟，哇！不是第一届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观众呀？不对呀，怎么突然变成那么多观众？越办越好了嘛，越办越好了，越办越好。所以你宣布结果吧。我们需要再次的恭喜一下我们的反方，祝贺反方连续2届，谢谢。获得大伙之家社区青年辩论赛的优胜成绩。谢谢天琪，谢谢天琪，谢谢。现在让我们大家利用投票的方式评选出社区法律宣传之星。同时呢，我在大家选的过程当中，我也跟关注我们微博的朋友说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博里面来讨论下班领导走了，你是走还是不走这样的话题，真实的说出你的想法啊。现在上微博，我们所有的辩论话题，欢迎微博的网友和大家一起讨论。那么这次我们的社区法律宣传之星就是3、2、1，举牌。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不是？我们在社区这么久尊重辩手，尊重你是辩手的身份。 5票共同推举张延琪为社区法律宣传之星，恭喜！我觉得，个人的胜利不是胜利，团队的胜利才是胜利。好了，再次祝贺8位，因为8位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其实你看，我们大伙之家是个特别和谐的社区，文化活动不能少，普法宣传也不能少，法律一点都不很有趣。有的时候，话不说不清，是吧？你越辩不明，得沟通，哎，这层窗户纸该变就要变，而且该具备的知识必须要具备。所以我们同时也再次感谢我们律师团的4位老师，好不好？来，最佳辩手拿相机，咱们赶紧照个相在这合个影啊！来啊！ 我从1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我想给他一个拥抱。所以，他找的那个人在门后面吗？你没看过那个吗？寻人的那个。不错，钢琴家。哎，是来了。 哦，你们好，欢迎光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来福好事啊！就希望大家喝点饮品，然后听听音乐，聊聊天。其实，在我们这个来福好事里面，我是开心的、不开心的，到最后都是好的事情。所以几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是你们最近的心情。最近我特别开心，因为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大伙之家，然后和一群朋友。这个客套的话不要说，已经没有邵刚老师了，不用客套。就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有点我又很焦虑，哎呦，都是这个状态啊。是啊，因为到年末了，其实律师工作有点累，我觉得。然后同时，这也是我第1年就是进入职场，
感觉这一年结束了，也想总结一下自己，然后反思一下自己的一个时候吧。最近会有一点疲惫，哎，补一补啊，养生。今天有哪几位是在营业的特调师啊？这儿。来吧，那么怎么只有3位啊？还有我，对。哎呦，那你们就一人匹配一位咱们的尊贵的客户，自己选吧。这个没，我选肖哥。小哥愿意吗？肖哥愿意。好，你愿意，牵手成功了，我们已经匹配成功，近水楼台，兼得月。对，感谢。那我就选南安呗。好的，佳佳，哎，那我们的特调师就赶快去做咱们的特调吧。好。那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做点什么呢？今天我又带来了一首歌，哇哦！我最近写了一首歌叫做《落日拥抱》，因为在前一阵写专辑的时候，特别喜欢找下午落日的时间去观察上海的工作的人的一些状态。这是一首轻松的歌，那准备一下，为大家带来表演。哇哦！上当，如同想记得前10分钟上当，就他们划过了第3个路口。今天的晚餐是否选择还是得过且过？上当，先等夏日的晚风。I wanna feel, want a feeling right now. I gotta feel,如果能不被打扰，希望触碰时间在指尖，感受它的逃跑。得到落日的拥抱。习惯人群的我们，享受孤独的我们，奋力前行的我们，也许也落下了灵魂。努力寻找的我们，尝试着原地的一等，属于我们的人生，请感受落日的余温。I wanna feel,快乐比勉强重要。反正我住的不放掉，无法拥有不打扰。重返自己的轨道。Someone wanna sing a song for you, want a feeling right now. Someone wanna sing a song for you, just join me right now. Someone wanna sing a song for you, want a feeling right now. Someone wanna sing a song for you, just go around and fly aw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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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 right now.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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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 right now. 路灯亮起，烦恼抛掉，给自己落日的拥抱。没有意见，万梦，哇，特别棒！我感觉我有精神起来了，是吧？一下就把嗨起来了。起来。来，好好看，谢谢。哦，谢谢佳佳。哦，这好漂亮。哪里那个看起来很棒啊？这个不错。绿色心情。谢谢。这个名字简称叫绿，然后呢，就很好喝了。光光，你看啊，首先我这个看着很晶莹剔透，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情，就是想让你在此时此刻呢放松自己，也不要说被喜悦一下子冲到，也不要被悲伤所带来的低落。配了一些桃子汁，主要是希望你能够甜甜的感受一下，品一品，两位品一品。真的还不错，味道还不错。
我的这个名儿就叫对儿，怎么写？一对两对的对，我就不写那个儿化音儿了，喝一喝开心一下。然后上面有2朵花，意思就是好事呢，在焦虑之后都会成双成对的过来。对，然后呢，今天呢，我也特意给自己就是调了一杯一样的，成双成对啊，品尝一下，感受一下，怎么样？很棒，很棒，就是一下子心情打开的感觉，没有苦涩，就是甜，就是甜。好嘞，太会讲，太会讲话。我这一杯叫做年终奖。哎呦，那应该是这一杯赢了。如听仙乐耳暂明。对，因为就是忙碌了1年了，希望能就是喝完这杯能感觉像拿了个大奖一样的心情。我觉得说让非常懂我，太懂我了。哇，太好了！哇，就这样说，哇，这是我见过最敷衍、不真诚了。但是真的挺好的，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我们大伙之家的3个居民前段时间去应聘了，他们面试这个幼儿艺术培训机构，所有人面试都是同一个岗位是吧？对，同一个岗位。它有特指的是儿童培训机构的音乐老师助教。哦，音乐老师还是这位助教。对，有几位呢都是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可能大家一起看一看他们应聘的这个视频素材，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最后谁选上了那个位置。好，有奖吗？没有奖，我也没有准备奖。有罚吗？有罚，那惩罚大家就一起定一定吧。我们正能量一点。俯卧撑50个俯卧撑，好吧？50个，30个吧，30个，好吧。半夜做太多运动不太好。30 ，OK， 可以。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位面试者，是谁呢？是谁呢？哇，挺幽默。说实话，我本来想盲选你的，看完这个开场，不是很想选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恐龙大哥呀？没有。那我就正好来面个试。来，老师好，这是我的简历。这个视角好熟悉啊！请做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好，老师们好，我叫许天琪，今年30岁。哎呀，虽然我年龄有点大，但是孩子们的成绩不会差。我不但可以教他们学画画，还可以教他们弹吉他。我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啊，但我的教学肯定不会很机械。哎呦我的天，这个小幽默，一套一套的还是。那你有什么准备的才艺可以展示一下吗？对，我准备了一个就是模拟课堂。好，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老师带你们出去玩一玩。哎，我们走到一条小河边，突然你们看到3只。哎，这个还是不错的，这个非常厉害。什么呀？小鸭子。小鸭子。对了，接下来我们走着，又看到一片大海，从大海里面爬出一只什么呀？海狗。这是海马吗？乌龟。海龟。这是海豹。海豹。大老龟。对了，接近了，非常好。在回家的路上，妈妈，我要上厕所。妈妈，我要上厕所。你要上厕所？老师，我要上厕所。妈妈，我要上厕所。那老师走不开呀，能憋一憋吗？完了，你就说你带他去了，他肯定比你更慌。不能去的，不能。为什么呀？因为不能影响别的小朋友上课啊。老师不是宝宝，您稍等，老师就派人去找妈妈好吗？好。你是不是贼紧张？紧张，巨紧张。好，谢谢你。好，谢谢。哎，老师再见。好，再见。我觉得他还是太紧张了啊，有点太紧张。我觉得亲和力是有的，就是有点紧张。对，
太紧张了。我在大概面试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脱水了，脑袋都已经转不动了，感觉。脑袋是进去就没转过。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真的面试的环境，其实能感觉到很多压力，因为老师的反馈是及时的嘛，他如果不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他这个入场非常吸引我，对，而且他全程特别幽默吧。可以，好兄弟。如果你是小孩子，你会喜欢这样的老师是吧？那看来不会。就是我感觉你展现了很多亲和力的方向，但是没有展现你的专业技能。当时我是想有所保留的。你面试你还你保留到什么时候用呢？那我觉得为什么一开始3个老师好像脸上稍微飘了一点无语，一下子他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有点过于轻浮了？你可以先敲门说，老师们，我接下来以一个模拟课堂的形式来进入。解释一下是吧？这样的话，他们其实首先会觉得你这个人沉稳了很多。明白。其实我觉得今天刚才说的一个特别有道理，就是你给老师的第一印象特别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面试的时候，可能第一印象不是看到你人，而是看到你的简历。来，大家看一看，这几位咱们面试同学的简历都在这里，大家一起看一下。因为他本来也要去参加这个面试，看完他这个简历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必要做一份好的简历。看一下他的简历，精致到什么程度？哇，还是抽拉的这个。哇，可以啊，严青，你什么时候这么心灵手巧的？就我那天做到深夜，可能就是做到太晚了，第二天直接起不来，直接去医院了。这份我觉得还算是蛮有心的。直接突然有照片，会给人家一个视觉的注意点。许天琪也有吧？有吗？我没有照片，因为我想直接看到人了嘛。那你还不如直接不做，简历我给你念一下。然后我觉得做简历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内容是大于形式的，但是形式不能不要，必须要跟工作岗位是相匹配的。很多时候其实合适是要大于优秀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以法律行业来讲的话，你去律所和去公司应聘法务，你其实展示的简历的格式和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区别。然后最忌讳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你写在简历上的事情，他问你的时候你答不上来，我乱写，说不明白。对，不能弄虚作假。学到。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面试者，当天早上收到了公司的邀请，不是当天早上，中午。当天中午收到了邀请，马上就要去了。马上就去了。让我们看一看。Hello， 3位老师好。老师好，首先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是徐志胜，然后今年刚刚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然后这一次来了就想应聘咱们这个助教的岗位，这是我的基本资料。都不敢做。好，请坐吧。好，谢谢。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想来这的原因吧。因为我之前可能上面也介绍了，我之前曾经担任过初中物理老师，希望能够说继续找寻既适合自己又能帮助孩子成长的这样一份工作。是真的。跟孩子交流起来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尊重吧。我感觉无论是多小的孩子，他其实内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的。而作为老师，首先要做到第一点就是尊重他们的世界，你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去强加你自己的想法于他们身上，一定做到的首先就是尊重。哇，说的很好啊，就是不愧是当过老师的人，还是很专业啊。那用你的方式表演一首你最熟悉的儿歌。大家，我今天来教大家一首儿歌，就是卖报。哎呀，献丑了，这个真的难为我了。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卖报。笑场了，哇，一下变得好严肃啊。演出的时候呢，有个小朋友在台上因为摔倒了，然后他就哭了，你要如何去应对呢？如果摔到要害部位，你肯定这个时候第一选择肯定是先帮助孩子嘛。如果孩子只因为感觉自己没做好，你这个时候可能要通过你的表情，通过您的动作告诉孩子没关系，其实就是更多的给孩子以安全感，告诉孩子没有关系，你还是很棒的。好，没有了，好，可以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3位老师，谢谢。很开心，终于解放了，解脱，绝对解脱。自胜，自我来评价一下，怎么样？感觉？
无可挑剔。就是我觉得说的也很好，各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在面试上面。但是我可能觉得就是跟这个职业看不到他在做这个职业的样子。对，还是适合当物理老师，还适合当物理。从志胜哥的这个面试里面，我看到工作经验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我一方面觉得他们看到志胜哥的简历之后，就首先提到了你是有工作经验的，教过初中的物理，希望你能够把你之前的一些经验用在这之后的教学上。但另一方面，能不能认识这两个职业中的不同，要做出一些改变。没错。但其实我发现志胜刚才面试里面有个特别好的细节，就是面试官没有叫他做的时候，他就一直等待着。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在面试里的一些小的礼仪，会给面试官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个都市传说，就说这个谁面试的时候去捡了一个垃圾或者捡了一个纸张，就无敌了是吧？先自己丢一个垃圾，然后过来。现在不是这个都市传说有一个新版吗？新版就类似于垃圾在那儿，然后呢他准备走了，然后面试官反问一句：“哎，你怎么一直没有意识到你旁边垃圾啊？”被面试的人说：“哦，我来这边面试呢是应聘这个职位的，不是来应聘这边的保洁。贵公司的这边什么卫生标准都这样不达标的话，怎么样？然后说什么双向选择呀？”说实话，这个的话我就直接 pass 掉了。那你赶快走吧，走吧。我觉得佳佳有点像反客为主的感觉。哎呀，你们这个公司的环境我不太喜欢，我不干了。那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朋友，下一位好像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姚琛。他是不是已经被录取了？有可能是被录取了。他上岗了。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哎呦我的天！还有我。老师好。你好。这是我的简历。哎呦，专门穿了一个套装。三位老师好，我是姚琛，然后今年呢是24岁，但是我上面写了个6，证明的是我的心理的年龄是6岁。然后今天这身装扮呢，就是有那种看到之后就觉得啊，他跟我是同学的那种感觉，虽然可能高了一点。这个服装有这么好笑吗？没有，他不是好笑，他让他们轻松了。对于这个岗位来说，你觉得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就是那种热情，因为小朋友们都是很喜欢那种很开心的一种氛围，然后他才愿意去学习或者听。因为你应聘的岗位是助教。哦，助教。对。哎呦，完了，他没有搞清楚面试的岗位。因为还有主教老师，那你肯定要在配合上面的时候，你需要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氛围吧。氛围担当我可以充当，专业的就让老师来了嘛，我可以充当一个氛围担当。那你有没有准备的才艺可以展示一下吗？有。OK， 来吧。好，请开始。他不会要跳舞吧？音乐。怎么还跳自己？在打歌。今晚唱到是我的招牌，无敌掀翻 tonight。I don't care if you come make some chaos tonight。无敌掀翻 ，Let's robbing all night。这有种来挑战那个老师的感觉，不是应聘助教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在课上，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啊，非常抵触，然后也是极其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小朋友进入课堂以后。你又要如何去应对呢？那我觉得首先得问清楚他为什么不想上这个课。如果有原因的话，那就从那个原因开始摸下去。如果他又不说怎么办？那只有用各种方法去试他对什么感兴趣或者怎么的。比如说突然放一集奥特曼，然后我就可以给他说，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看奥特曼好不好？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闹了。不会闹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开始说，哎呀，这个地方天天都有奥特曼，一周还可以吃上2根棒棒糖，喜不喜欢？完了，爱上这儿不走了，到时候妈妈都扯不回去的那种。可以先做朋友。对，我感觉琛琛的可能性挺大。对，愿意听他的小朋友可能。好，可以了，面试到此结束，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是
给我什么意见，其实我那也有联系方式，可以给我讲一讲的。好的，好嘞谢谢谢谢。好嘞。还是智胜那个比较好。不，我感觉姚琛的可能性大，但我觉得他的综合性蛮强的。对，我觉得应该是对。还没到站的时候，输了要做50个俯卧撑哦，大家30个。姚琛面试的感受就专业性特别强，就是在3个人里边就很突出嘛。但是他自己也说了，就怎么是助教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没有太理解到究竟面试的职位具体是哪个，就这个可能会导致分数不会那么高吧。我觉得还是挺担心姚琛这个的。然后我其实觉得有一点还蛮惊喜的，是姚琛会跟面试官说，我的邮箱写在上面呢，其实会接到你的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是天琪跟智胜那个一结合，那就是最完美。是，那大家既然每个都看到了3个完全不同的风格，那我们现在开始投吧。支持许天琪的请举手。好，2位支持徐志胜的请举手。那我也举个手。 6位，那么剩下的支持姚琛的就是4位，差不多旗鼓相当。那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应聘者许志胜，我觉得蛮彬彬有礼的啊。反正我是觉得他在这个教学理念上是极清楚的，很高的评价。许天琪进来就是有一些创意啊。他上小朋友的课已经小朋友很喜欢，但是再往下走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临时的状态，他可能就有点不知所措。姚琛是把握孩子的心理。 就是抓的最好的一个。开始进来的那种自我介绍，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今天的绿恐龙哥哥。我马上就能够就记住他是恐龙哥哥，对孩子来说代入感会比较强一些。你一进来也是有看到，对，可能我的有点吓人，对，我的龙有点丑。所以我们今天拿到我们 offer 的是。 拿到我们 offer 的是姚琛，恭喜！难怪没来，真去上班了，难怪直接不来我们社区了，直接上班去了。那我们接受惩罚吧。好，来，朋友们，大型运动场合，1、2、3、24、25、26、27、28、29。 30，今天聊了这么多，非常开心，也感谢咱们的 offer 团来我们的大伙之家做客，也感谢分享了很多面试经验。以后常来啊！希望大家开心的工作啊，不要加班太累了，有空多玩，好不好？对，有空多来我们社区。现在就上微博带话题那些面试时的小技巧，跟大家一起聊聊面试时的那些事，或许微博网友的经验能给你一点新的方向。 好的，谢谢大家，完美，谢谢。大伙之家广播站，传递温暖，愿你夜夜好梦。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电台主播赵让。这里是大伙之家广播站，一个分享温暖的社区，听听他人分享的故事，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由晚安电台伴你入眠。在新的一年，广播站也收到了大家的来信，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来信是什么吧。 第一封信，来自微博上的网友。我是一名文科班的高2学生，原本不怎么理想的数学成绩，今天竟然提高了好多。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但是我最感兴趣的历史、政治成绩却下降了，以至于现在看到历史、政治我都有点害怕。所以我总在想，当时分班的选择是不是对的，该不该这样选？面对高考，我也很迷茫，担心达不到父母的期望。面对未来， 我还没理想的专业、目标的大学，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导致我现在每天都很焦虑。
你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我觉得人生都会有迷茫和焦虑的时候，不过你只要想清楚你自己热爱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努力的去为了你的热爱去奋斗就好了。好，第二封。第二封信，来自上海的实习生小姚的来信。Hello， 主播你好，我叫姚若凡，叫我小姚就可以。我是一个害羞内敛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有些社交恐惧症吧。但经过多次调剂，我实习去到了一个需要每天和不同人有很多交流的岗位。我现在很迷茫，很害怕。我在客人面前一紧张就会说话忘词，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克服这种恐惧。我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我以前也跟你一样，我觉得不必害怕，想到什么就可以去说什么，就算可能会冷场，可能会怎么样，但是也没有关系，加油。好，今天的来信就分享到这里。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迷茫和惆怅的时刻，世界很大，咱们很小，大家都是万千平凡人中的一个，都在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着，勇敢面对吧。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能有好事发生。感谢各位的来信，上微博大伙之家超话大伙之家社区，并带话题大伙之家晚安电台，投稿自己的故事，将有机会在节目中被选中播出哦。在腾讯视频搜索大伙之家，点击进入，点击节目下方按钮添加至在追，就会在首页你正在追模块出现，可以最快掌握节目更新信息哦。大伙们晚安了。换一个动作，右手放前面来。火大的事情说3遍，大伙之家社区想火你就来，有歌要发请你来，有剧要播你得来，电影待映心中上线赶快来，不来白不来，来了不白来，来来来，大伙之家等你来。打开微博搜索进入大伙之家超话，点击大伙之家晚安电台，投稿你的故事，将有机会被选中在节目中播出。哎呀哈，老师好，孩子们好。蔡老师带来了，蔡老师，哎，主要有正事，美食集市。不说正事，要说你怎么老不说正事？你说你这哪有什么正事？姐怎么没正事？那你说呀。祝你们玩得开心，我先走了。大伙之家社区美食达人争霸战。你看他吃的多香啊，有一种初恋的感觉。好像你恋爱过多少回，别吹牛了。平静优雅。哦呀，真的香。哦，我什么意思？有毒吗？这个豌豆好像是春日里的暖阳。哦，哎呦哎，哇，这个姿势这边好吃多了。花里胡哨什么玩意儿？搜索关注官方账号腾讯综艺，申请烧鹅，连个麦吧！合作媒体不懂装懂的小董和 PD， 花无艺术真红，咔咔在爆肝剪辑中驶向小15，一直打工额。腾讯视频创作号、微信视频号，超多精彩短视频刷不停。上微博参与大伙之家晚电台征集，投稿你的温暖故事。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
大伙之家社区还有很多未知惊喜店铺正等着大家去检索。如果你们有好玩的打开方式建议，请通过写信或者微博的方式告诉我们，下一个场景或许就是它。